婆婆在家折腾我，我妈来之后变成了使唤我妈，老公在一旁视若罔闻，任由她把我妈当成佣人。我忍不了，一气之下断了婆婆花销。婆婆这才知道家里的钱都是我在出，哭求我原谅她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还睡呢？还睡呢？日上三竿了都！你是睡死过去了，还是怎么着？起来给我做早饭啊！一大清早天还没亮，我就被婆婆摇醒了。自从婆婆搬来跟我们一起住以后，我就从没睡过一天懒觉。今天好不容易婆婆出门了，我以为能安心睡了，谁知她回来的这么快。我睁开朦胧的睡眼问道：妈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直接在外面买一口吃的呀？现在也太早了点，我都没睡好。钟上现在才凌晨5点半，昨天才处理工作到很晚，我困得不行。你还好意思说呀？都5点半了，你还想睡到几点呢？我肚子都饿穿了，今天就简单做个虾饺黄吧，现做的肯定比外面卖的好吃。你以为我不懂啊？婆婆推搡着我进厨房，虾饺黄还要现做的，我想不出这菜到底哪里简单了。在冰箱找出虾仁，我边做边打哈欠，刀差点划到手。婆婆等不及了，催促着：动作快点啊，等你做完太阳都下山了，我还吃不吃了？太阳出都没出来呢，还下山？敢不敢再说的夸张一点？我在心里腹诽。妈，你来给我打个下手吧，这样不耽误时间。做这个还需要揉面团，我正在调馅料，腾不出手来。婆婆却不高兴了，让你给我做个饭，怎么那么难呢？你别想躲懒，我告诉你。对了，多做一点，留几个给我儿子起来吃。她吩咐道。老公王茂才此刻还在房里呼呼大睡，呼噜声打得震天响。切快点啊，慢吞吞地看着急死人。我正在切其他配料，婆婆横插一手，握着刀把快速往下剁，一下子切到了我的手上，血流不止。妈，你急什么呀？我斥责道。婆婆不以为意，哪有这么娇贵啊？一点小口子也要叫的。我从房里拿出碘伏消毒，却怎么也止不住血。她刚才用力太过，导致伤口又长又深，我只好拿纸巾包着，血很快渗透，看得有些吓人。穿好鞋，准备赶紧去医院，婆婆却拦住了我。你去哪儿？去医院。我出了门，婆婆在身后骂骂咧咧说我浪费钱。医生给我包扎了下，说伤到的手不能用力，以后做饭是不太方便了。我妈知道了以后心疼坏了，说要过来看我。我想着她正好能过来住一段时间，就答应了。我打完针，我妈就到了。女儿，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呀？快让妈好好看看。我妈摸着我的脸颊感叹。我苦笑道：可能是最近没睡好，显得有点憔悴吧。今天想吃什么？一会买菜，我给你做。你也好久没吃我做的饭了吧？想到吃饭就头痛。我想吃什么不重要，还是先问我那婆婆想吃的菜吧。早上她没吃上想吃的，中午再不顺着点，又要闹得天翻地覆。我无奈道。我妈给婆婆打了个电话：喂，亲家，这不我女儿手伤了吗？我来住一段时间，你看你中午要吃什么菜，我买了给你们做。哦，你来了呀，那正好有人做饭了。我要吃红烧狮子头、糯米丸子、宫保鸡丁、参枣乌鸡汤，就这几个吧。婆婆毫不客气说了一大堆菜，而且都是费时费力的。我妈听得直皱眉头，但也没说什么。中途婆婆又打了个电话，红烧狮子头要选前腿肉，不要太肥哈，还有记得一定要加藕，不然不好吃。就跟糯米丸子一定要加马蹄一样，能增加口感。乌鸡要选荣华菜市场的，比较新鲜。
一定得是我说的这样，不然你就是做出来了，我也不吃。行行行，亲家母，我知道了。我妈怕他胡搅蛮缠，只好按他说的来。光是买菜就花了我们不少时间，买完回到家已经12点多了。老公王茂才都下班了，一进门鞋都没换，婆婆就开始指责我们了。母女2个都是一样的货色，动作慢得要死，买个菜都要搞半天。本来早饭就没吃，中饭还要等这么久。我妈换了鞋，刚要把菜放在地上，婆婆站起来摆摆手：“哎，菜别放地上，都整整齐齐放冰箱里面。”我妈屁股都没挨着凳子，提着菜打开冰箱，婆婆在一旁指手画脚：“这个放第1格，你往哪儿放呢？这个放冷冻啊。哦，先别放进去，放厨房里面。”放菜耽误了半天时间，婆婆喊着肚子饿了，我妈连水都没喝一口，又马不停蹄赶去厨房做饭。刚把要做的菜洗好，婆婆一拍大腿站起来：“先别做，先别做，差点忘了我儿子喜欢的红烧肉了，你快去买回来先。”我跟我妈面面相觑，她这也太马后炮了点。妈，我去吧，你在家里先做其他菜，那些本来就比较耗时间。谁知这时公司突然打来电话，说有个项目还需要完善，我左右为难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王茂才开了口：“你安心工作呀，菜自然有人会去买，让你妈去不就行了？光在这站着浪费时间。”婆婆斥责道。我妈脱下围裙，又跑去买了五花肉。她本身腰就不好，这一累引发了就急，痛得她冷汗直冒。婆婆包着花生往嘴里丢，看我妈坐在沙发上不动，拿着花生壳丢在我妈头顶上：“干啥呢？干啥呢？一屋子人等着吃饭呢，你在这坐着休息上了，一点不自觉呢。”我妈都没注意到头顶上有东西，扶着腰站起来往厨房走。我走过去把她头上的花生壳拍开：“妈，腰又痛了吧？你去歇着吧，我来。”我妈勉强扯出一抹笑容：“医生说了，你的手得好好养着，去坐着去。我来不就是为了帮你？”婆婆搓着花生的红外皮，掉了一地的碎屑，好一出母女情深的场面呐！做个饭还唧唧歪歪，有你们这功夫，饭怕是早就熟了吧？王茂才看了我一眼，低头装作什么也没听到。我妈穿上围裙，在厨房忙活起来。我处理完工作，赶紧过去给她打下手。几个小时后，菜终于端上桌。婆婆和王茂才一个看着电视，一个玩着手机，全程没动过手。我妈还在盛鸡汤，婆婆就已经等不及了，拿着筷子开始吃起来，也没说要等人齐。她夹了个狮子头到碗里，嘬了下筷子，洋洋得意：“还是我会安排吧，这菜看着多有食欲，是吧，儿子？”王茂才还在看手机，敷衍点点头。鸡汤太烫，我妈端的时候不小心洒出来一点。婆婆嚼着嘴里的菜嚷嚷：“怎么回事啊？端个汤也端不稳，不擦得干干净净的，你就别给我坐下吃饭。”我妈放下拿抹布擦着桌子，婆婆指着茶几又道：“还有呢，地上的花生壳啥的也都拿扫把扫干净。”王茂才一边看着手机一边吃饭，什么也没说，看来是指望不上了。我起身准备拿扫把，我妈眼疾手快，已经把地上扫干净了。婆婆满意了：“不错不错，这次动作倒是挺快的，可以坐下吃饭了。”我妈这才终于能坐下安心吃饭了。我给她夹了块红烧肉，婆婆看见了又不得了，她要吃，自己不会夹吗？还要你多管闲事。这菜总共也才这么点，她吃了，我儿子吃什么？我妈辛辛苦苦忙了一早上，连吃块红烧肉都不行了。我火冒三丈，正要跟她理论，我妈给我使了个眼色，示意我别管她，我不爱吃红烧肉，
还是亲家你吃吧。我妈把红烧肉夹起来放进婆婆碗里，婆婆也没客气，一口吃进了肚子里，还算你懂事。婆婆吃完了一碗饭，把空碗伸到我妈眼前，去给我盛半碗饭去。她看到王茂才的饭也刚好吃完了，把他的碗也拿了起来，还有我儿子的。儿子，你吃多少？王茂才想了一下说道，我要1碗吧。我妈刚吃了几口菜，站起来给他2盛饭去了。再回来时菜已经吃得差不多了，婆婆还有些意犹未尽。我妈夹起剩余的一个狮子头时，婆婆的筷子恰好也伸了过去。你怎么这么馋呢？还剩一个了没看见吗？早你怎么不吃？跟我抢上菜了。早就不是闹饥荒的年代了，你少吃一口也饿不死。婆婆一个劲的冷嘲热讽，我妈放下筷子，无意跟她争抢。还是你吃吧，亲家，我已经吃饱了。婆婆吃完最后一个狮子头，这才心满意足，朝我妈挥了挥手。那谁，纸巾给我拿点擦嘴。我妈抽了张纸巾给她递过去，她啧了一声，多拿点呐。看你那小家子气的样，她指了指自己的嘴，过来帮我擦一下嘴。来了来了。我妈闻言过去给她擦嘴。水，把桌子上的水给我端来。我妈忙前忙后，一下午都没消停过。下午公司还有事，王茂才也到了上班的时间，我俩一起出了门。刚坐上车，婆婆就打来一通电话，大声喊道，快回来，快回来，家里出大事了。我们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，赶紧赶回去了。妈，怎么了？怎么我们才刚出门就出事了？风风火火回到家，我连忙问。婆婆抱着件衣服大吼，你看看她把我这大衣洗的皱皱巴巴的，我还怎么穿啊？这大衣可是我好不容易抢到的，还没穿几次呢，就被她洗报废了。儿子啊，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啊！王茂才满脸不耐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呗，还叫我们回来浪费时间。我扶额，你说的大事就是这个，你什么意思？这怎么不是大事了？我的衣服都坏了，你看不见啊！婆婆瞪我一眼，我妈显得有些不知所措。我之前告诉你要送去干洗店洗，你非不信要我手洗，这种面料一洗就坏，现在成了这样，也不能怨我呀。婆婆龇牙，拿着衣服使劲打在我妈身上泄愤，都怪你，都怪你，赔我衣服，你住手！我抱住我妈，儿子，他们母女俩合起伙来欺负我，你要给我做主啊！婆婆望向王茂才，王茂才点了根烟在抽，没听见他说话。一件衣服兴师动众的，我们很忙，没工夫陪你过家家，我看没什么大事，转身欲走。你这贱人怎么这么多嘴？看我不把它剪烂！婆婆攥着剪刀往我冲过来，情急之下我躲不开，勉强挡住了她的手。她力气太大，我竟然有些敌不过，手上的伤口撕裂开了，冒着血，剪刀正对着我的脸，眼看着离我越来越近。我妈也过来帮我，我们一起握住了她的手。谁知婆婆一身牛劲，拉扯间剪刀刺穿了我妈的肩膀。王茂才冷眼看着一切，把烟碾进烟灰缸里熄灭。一件衣服也要打个架，真是无聊。婆婆看着剪刀上的血，笑得张狂，这也算是给我的衣服报仇了，哈哈哈哈！肩膀不断流着血，我妈的脸色也变得有些苍白。我搀扶着她坐下，招呼王茂才过来，快把我妈扶到车上送去医院啊！王茂才不紧不慢走过来，婆婆伸出手臂拦住他的步伐。儿子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？他还没赔我的衣服呢，一步也别想离开这儿！我捡起地上的剪刀，把那件大衣剪烂，大衣碎成了一块块的，彻底穿不了了。婆婆扑过来同我争抢，却只抓到衣服的碎片。你敢动我的衣服？她恼怒不已，抬起手想打我，
我将他往后一推，这件衣服是当时你用我转给你的1万块钱买的吧？没有我给你的钱，你哪来的这件衣服？婆婆身子后倾倒在沙发上，给我的钱就是我的了，我买来的衣服当然也是我的。你这小气鬼，给了还想收回去？不可能！你赶紧赔我一件。他伸出2根手指对到我眼前，咬牙看着手里的碎布。不对，刚才那件被你剪坏了，你得赔我2件。王茂才看我们争执不休，已经自己走了。等我回来再说。我妈的脸色越来越不好，不能再耽误时间了。我挽着她出门，打了个车到医院。医生给我妈的伤口消完毒了。我妈苦笑：“女儿啊，本来我是为了照顾你来的，现在反倒变成我需要照顾了。你别管我了，去忙你公司的事儿吧。”我摇摇头，想到我妈为我委曲求全，就愧疚的不行。妈，你是因为我受伤的，跟我这么见外干什么？公司的事可以先放一放，我已经请好假了。要不我还是去给她道个歉吧，她毕竟是你婆婆，你们以后终归还是要一起生活的，服个软也没什么。我妈一脸忧愁。这时婆婆的电话来了，我妈推搡了我一下，说要给她道歉。我挂断了电话。妈，我绝不能再让你受委屈了，该道歉的应该是她。婆婆又打了好几个电话，看我一直没接，发来了短信：死哪儿去了，还不接我的电话，赔我2件衣服，再给我转点钱当你妈这几天的住宿费。看着她贪得无厌的信息，我只觉得好笑。家里的花销一直以来都是我承担的，家里的东西也都是我添置的。她伤了我妈，竟然还有脸找我要钱。从前她折腾我也就算了，现在还使唤起我妈了，这让我怎么忍？她手机上绑着的是当初我给她办的银行卡，每个月我都会定时往里打钱。我不再忍让，冻结了给她的银行卡，以防她再打电话打扰我。我把手机直接关机了。我妈还是有点担心，你不接她的电话，那回去之后我们怎么办？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啊！你先在医院住着，过几天她就过来请我们回去，到时候再回家。我完全不慌，拿水果刀给我妈削了个苹果。妈，你就等着她来求我们吧。我把苹果递到我妈嘴边，笑得意味深长。婆婆睡眠时间很短，每天都醒得很早，但她从来不做家务，闲下来的时间就会拿着手机购物。有段时间家里全是她成堆的快递，后来她觉得这些已经满足不了她，声称网购配不上自己，就跑去商场购物。每次回来都提着许多的衣服首饰，卡里的钱花得快如流水。她应该马上就会发现卡里的钱被冻结了。妈，你饿了吧？我去外面买你喜欢吃的那家猪脚饭，等我一下。等我提着2碗猪脚饭回来时，婆婆果然找到医院来了。是不是你撺掇你女儿停了我的卡？我就知道你不是啥好东西。婆婆指着我妈的鼻子吼着。我放下手里的东西，淡淡说：“是我停了你的卡，不关我妈的事。”婆婆气得直跺脚。我就说：“怎么结账刷卡的时候一直提示有错误？是你搞的鬼，让我在商场丢这么大的人，家里的钱全都给你管了。你停了我的卡是想怎么着？不过了是吧？不过了，你现在就跟我儿子去民政局把婚离了。”他拽出身后的王茂才，朝他挤眉弄眼。我冷笑一声：“你儿子赚的那点钱还不够自己花的呢，何谈把钱给我管？”王茂才心虚摸了摸鼻子，没说话。我打开手机账单，拍在婆婆脸上：“离婚可以呀，这些年你们俩花的全都是我的钱，你们把这些还给我，再说其他的。”婆婆看着手机里的天价账单，震惊的眼珠子差点掉出来。儿子，这些年我们用的真的都是他的钱。
王茂才点了点头。婆婆深吸一口气，立马换上一张笑脸，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儿媳妇啊，刚才是妈糊涂，你千万别跟妈一般见识，妈错了，都是妈不好，妈给你道歉。”我掰开她的手往后退了一步，光跟我道歉怎么够？我妈伤还没好呢。婆婆坐去床边，笑得像一朵花。亲家，之前的事情是我不对，我是猪油蒙了心，做出这种错事，还把你害到医院来了，都是我不该。你快收拾收拾回去吧，我保证把你伺候得好好的。我妈没理会她，婆婆转头讨好地看着我。我看了眼桌上的猪脚饭，我妈还没吃饭呢，你就是这么伺候她的？婆婆反应过来，端着猪脚饭，拿着勺子舀起饭菜喂到我妈嘴边，直到我妈吃完。儿媳妇，现在你能跟我们回去了吧？婆婆心急了，我指了指自己，我妈饱了，我还饿着呢。婆婆有些不乐意，但想起刚才的账单，还是忍了下来，扬起耷拉的脸，端起另一碗猪脚饭喂我。我张嘴吃了一口，故意嚼得很慢。婆婆等得十分不耐烦，但又不敢放下手，于是只能憋屈地维持着这个姿势。在她又喂我一口时，我呛了一下，喷了她一脸，饭菜从她的老脸上滑下来，留下大片的油水。婆婆在意自己的脸面，哪里忍得了这个，用力挥舞着自己的手擦着脸。周围的人看见这一幕，都在嘲笑她。我在一旁添油加醋，没擦干净，10点劲呀，脸上还全是油呢。婆婆弯曲着手指，不断擦着自己的脸，脸上擦出了几条长长的红痕，才察觉到痛。好了吧，好了吧，脸上应该没有了吧？她求助般问道。没有人回应她，她自顾自整理了下头发，拉着我的手：“儿媳妇，亲家，饭也吃完了，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回去了吧？”我看差不多了，答应了她。我们回去吧。婆婆搀扶着我妈，我把手里的包和一大袋水果放到婆婆手上，她拎着东西又要兼顾我妈，在后面走得很慢。我转头催促：“快点呐，你是蜗牛啊，走这么慢。”婆婆不敢得罪我，只能加快脚下的步伐，一个没留神被地上的石墩绊倒了，摔了个狗啃泥，鼻子撞在地上，差点变形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，把我的水果都给摔坏了。我提起水果，抖落在她头上。婆婆被砸得老眼昏花，半天才被王茂才扶起来。她敢怒不敢言，有气使不出，掐着王茂才的手臂。王茂才也不惯着她，又把她推回到地上。你自己摔着了，掐我干什么？你乐意躺地上，那就多躺会儿。婆婆躺在地上起不来，两只手乱抓着，空气扑腾。我拦了辆车，跟我妈一起上了车。他们俩被我甩在了身后。女儿，这些年你受苦了，这种人家不过也罢。你要是想回来，随时回来，家里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我妈也是才知道他们花的钱是我的，不由得为我打抱不平。我弯起嘴角，妈，好日子才刚开始呢，我可舍不得轻易放弃。我带着我妈到商场购物，先前鬼迷心窍，把钱花在了不该花的人身上，现在清醒过来了。我妈怕我花过头，按住我要刷卡的手。女儿，妈又不是没有衣服穿，干嘛这么破费？买这么多我都穿不过来了。妈，你女儿我有钱，我努力工作赚钱就是为了花的，这点花不穷的。我给我妈买了好几套衣服，又搭配了好多鞋子包包，到最后两只手都拎不下了，才回到家。婆婆看着我大包小包的回来，喜上眉梢，跑过来接过我手上的手提袋，拿出一件衣服就往身上套。好儿媳，给妈买了这么多衣服啊，怎么不带着妈一起去挑啊？万一不合身还得退，麻烦。我嗤笑一声，扒下她身上的衣服。你想多了吧？
这是我买给我妈的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婆婆拽着衣服不肯给我，用了十足的力气，我扯不过来，拿起剪刀把她捏着的一角衣服直接剪了。她失去受力点，往后倒去，头砰的一下撞到了茶几上，惊叫连连。我扑哧一笑，把剪烂的破衣服丢在她身上。你只配穿这种破衣服，或是我妈不要的二手货，懂了吗？如果你把我们伺候好了，说不定我还会赏你几件衣服穿。婆婆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穿着新衣服在她老姐妹面前炫耀，没新衣服穿就等于要了她的命。她抱住我的脚哭求：“儿媳妇啊，你就原谅我吧，之前都是我不知好歹，我不知道用的都是你的钱啊！你把卡冻结了，我用什么呀？我一把年纪也赚不了钱了，没了经济来源，可怎么活呀？”我一脚踹开他，想起以前每天起早贪黑给他做饭，就一肚子火。我就这么原谅了你，也太简单了点吧？这个房子是我买的，你什么时候滚？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呀？我到他房里打开衣柜，看来他真是用我的钱买了不少衣服，衣柜塞得满满当当的，有的牌子我都没穿过。我把它们一件件往外丢，婆婆心疼地抱起衣服拍了又拍，生怕沾了灰尘。你把这些衣服都卖了，把我的钱还我，然后从这个家滚出去。婆婆哪里肯割舍，跪下来不断磕着头：“儿媳妇，都是我的不是，都是我犯浑，求求你别赶我走。”王茂才嫌弃的没眼看：“妈，你怎么这么没骨气？干嘛求这个白眼狼啊？既然他不念我们的感情，那就算了呗。”我一巴掌甩在他脸上，拽下他裤腰带上的车钥匙：“你怕是忘了吧？你开的车也是我付款的，你这么有骨气，还是别开了吧。”王茂才老实了，闭嘴杵在一边。婆婆瞪大了眼，拼命拉着王茂才一起跪下，母子俩齐齐朝我磕着头，直到满头青紫。婆婆老泪纵横，爬过来抱着我的腿不放：“是我有眼无珠，儿媳妇，你就饶了我们这一回吧。以后这个家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的话就是圣旨，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万死不辞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这句话真没说错。”婆婆这卑微的样子哪儿还有以前的嚣张啊？我瞧着自己的手问她：“是吗？你说的话可有假？”婆婆眼睛一亮，马上表忠心：“不可能有假，千真万确。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我们俩以后全听你的，是吧，儿子？”王茂才依依不舍地看着车钥匙：“是，全听你的。”我吹了吹手指：“好啊，那你们就自己扇自己的脸吧，直到我满意为止。”什么？婆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刚刚还说什么都听我的，看来全是假话呀，真是没意思。我惋惜地叹口气：“你们还是走吧，这里容不下这么多人啊。”婆婆犹豫了一下，想着自己的宝贝衣服，狠下心举起手往自己脸上打去。我拿着车钥匙在王茂才眼前晃了晃：“你还一动不动地干什么呢？动手啊！”王茂才盯着车钥匙一眨不眨，也扇起自己来：“太轻了，用点力气呀！是没吃饭还是怎么着？”我好整以暇看着这出好戏，我妈捂着嘴偷笑：“怎么回事？你们其中有个人在偷懒啊？怎么声音这么小？”婆婆急眼了：“不是我可是使了好大的劲，你看看这巴掌印，也不是我呀，我也用力了。”王茂才连忙解释：“不如这样，你俩互扇吧，谁用的劲大，我就把那些东西赏给谁。”王茂才毫不含糊，一巴掌落在婆婆脸上。婆婆看她不跟自己客气，回扇了过去，两个人互殴了起来。“让你打我，这些破衣服真是碍事，都别穿了。我的裙子，我的皮草啊！你这个逆子，给我把脚撒开！”王茂才气得往他地上的衣服踩去，
给婆婆心疼坏了，扯着她的脚不让她动作，一时之间乱作一团。我就不撒开，这衣服拿来擦脚还算好使。王茂才用力踩着一件皮草，还用脚搓了搓。逆子，逆子，这可是我最贵的一件！婆婆气得七窍生烟，猛地拽起那件衣服。王茂才重心不稳，砰的一下摔倒在地。我拍拍手，笑得直不起腰。之前都是我伺候他们，今时今日也该换一换了。以后可是有数不尽的好日子等着我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